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MC 新出的这个电镀版的塔恩。我的天哪，骚粉色的电镀，闪闪发亮，这个感觉，哎呀，说不出来的一种味道啊！但是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很高级的样子，但说白了嘛，这玩意儿还是个 KO。铁技巧的塔恩呀，现在也是价格好像回落了一些啊，因为再版的消息。那这一回呢，肌肉熊 MC 把这个东西 KO 版做完了以后，又放了一层电镀的效果，就更漂亮了呀。而且之前身上的一些问题也是得到了修复。我们先来看头雕，这一回的面具也上了闪闪发亮的粉色电镀，会戴2张面具。我个人来说比较喜欢这个脸上有疤痕的，还有一张是光滑的完整版。造型酷似霸天虎 logo 的这个面具，塔恩戴上以后效果也是拔群，这也是塔恩的一大特色啊，真他娘的好看。摘掉以后，这里边的烂脸伤痕也有涂装的处理。其实我觉得这回的电镀版是不是会比上一次锐度要高一点点啊？在原色版的时候，人们说这个脸上的疤痕显得有一些肉啊，但这回的电镀版效果我觉得还挺不错的啊，看起来似乎刻线更细了一点点啊，涂装什么的倒是也做得一丝不苟。打开背后的电源开关。眼睛的这个灯光效果相当的对味儿，而且光学镜里边似乎有一些眼球的刻画。其实这是一个红灯，因为光补的太强了，所以会显得有一些橘色。但我们把光稍微调暗一点，哎，这个角度摆出来还是蛮邪性的。与眼睛同时点亮的还有胸口的2个灯光。之前好像在原色版的时候，人们说灯光有的时候触发可能不太灵敏，或者有的中奖的情况。我目前看电镀版的这些灯光效果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。这种镜面的电镀效果呀，就突出一个闪耀，而且玩的时候我觉得小心一些吧。手上如果有汗的话，其实不适合去把玩这个电镀的镜面的，还是擦干一些或者戴上手套，尽量保护。要掉了色可难看了。不过让我觉得有点可惜啊。背后的这2根炮还是原先的紫色金属漆效果，并没有做电镀，应该把这2个也镀出来，更闪了。肩膀的小细节，粉色的蜂窝状透明件刻画的也还可以吧，包括履带上边的一些勾勒和涂装。其实这一版 KO 的做工我觉得还不错了，论一个 KO 的产品来说，这个素质已经相当的高了。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，大家当时比较诟病的肩关节 KO 版本做成了合金的零件，玩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。腰部也做了粉色的亮面电镀，同时蜂窝状的细节处理也很到位的啊。我记得上一次好像还有一些涂装异界的地方，不过这一次的电镀好像异界问题并不是很严重。胸甲和裙甲原先的联动机构也完全保留，粗壮的小臂和手臂背后的护板也做了大面积的亮面电镀，就感觉都舍不得往上套这个装甲和臂炮啊，不然第一个会阻碍电镀的一个美观程度，第二个扣上去以后这一面我担心会滑掉啊。不过这一次电镀版最大的改观还是在关节的松紧度的处理上。原色版本这一块腿部会特别的涩，使很大的力气扭都扭不动啊。这一回的这个把玩流畅度就舒服了很多，相当顺畅的膝盖折动关节以及膝盖金色电镀装甲的联动效果。但是它还会比原版铁技巧的那个紧一些，所以支撑的稳定性也没啥问题，摆造型也无压力。腿部侧面的装甲打开，开关在内侧，所以这就得翻回来说，你说肌肉熊的这款塔恩它贵吗？电镀版本价格在800块左右，确实对于一款 KO 的产品来说是真的不便宜。但是这个做工、这个素质以及身上的这种电镀处理的效果，还有把所有配件都配齐，也是把之前的一个 DLC 融入了进去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只能因人而异吧，看大家对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如何，以及这个价格在你的心目中能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预期值。但是如果单纯的从这款产品的一个整体材质、做工以及各方面的细节涂装，包括水口的修的一些效果来看的话，我觉得这款产品还是挺高的一个素质啊。整体来说，这家代工厂的工艺还是相当牛逼的，虽然不能说100%
100%的就跟正版的那铁技巧的一模一样，但是也能做出来8、9成。最后的一个纠结点，我相信也只剩下它是一款没有版权的 KO 产品了。那么得嘞。这款电镀版的 MC 肌肉熊塔恩就是这样了。总体来说，我对这款的评价相当之高，但价格方面看大家心里边能不能接受了。